本频道需要大家支持，欢迎订阅点赞。穷在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亲戚之间的交往，可不是每个亲戚都对你友善，总会有些亲戚表面客气，实际上并不愿意见到你。在你贫困的时候，真正看得起你的亲戚却寥寥无几。有人曾说，亲戚不过是某种仪式上必须出现的角色。在一些家庭举办喜庆活动时，亲戚和朋友的到来使得场面热闹，展示了自己拥有一个温馨大家庭。还有一些富有势力的亲戚也会莅临，为整个场合增光添彩。然而，这些亲戚只是负责吃吃喝喝，饭局结束后，他们散去。你若陷入困境，却没人在乎，你的生活好不好，也没人关心。那些看不起你的亲戚会以以下几种方式对待你，最好的方式是远离他们。做人要学会依靠自己，依靠亲戚只会让你失望。当然，待人要真诚，对于那些真心愿意帮助你的亲戚，应该铭记感激之情。有钱也不愿借给你。我的三舅舅年轻时就购置了中巴车，一直在做客运生意，后来涉足县城房地产，赚得盆满钵满。现如今，他已过60，不再从事任何事务，常对人说：“我已有千万身家，再去做什么呢？我就是打打牌，欣赏风景就好了。”有一次，我父亲生病了，赶到医院时才发现身上没带钱。想到三舅舅就住在县城，父亲想向他借点钱应急，过段时间再还。打电话给三舅舅，说明了借钱的情况。三舅舅却说：“我现在正忙，正在外地旅游，你要借钱也不早点说，我也无能为力呀。”巧合的是，三舅舅的邻居也在医院，对我父亲说，他整天泡在小区的麻将馆，哪有时间旅游。三舅舅明显是不想理会我们家，担心借钱不还。在你深陷困境时，即使生病了也无法借到钱。在其他情况下，想要借点钱更是难上加难。看不起你的亲戚在你面前小气得很，就算有钱也不会伸手相助。如果你对他们抱有期望，只会碰得头破血流。亲戚聚会时冷落你。我7、8岁时，和姐姐一同去三伯父家拜年。清晨，我们走了10多里山路，赶到三伯父家，我放了一串鞭炮。三伯父出门看了看，随即迅速回屋。那时，我和姐姐对人情冷暖一无所知，认为亲戚都是关心自己的人。中午，三伯父家陆续有很多客人来，吃饭时三伯父没有为我和姐姐安排座位，让我们在门口吃饭。拜过年后，我和姐姐空手回家，将经过告诉母亲后，她马上流下眼泪：“真为你们感到不值，以后别再去三伯父家拜年了。看不起你的亲戚会故意对你冷淡，你去他们家也是不受欢迎的。如果你去奉承他们，只是浪费时间，还会冷得自己心寒。”他对你说话的口气总是命令式。亲戚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关系，不分高低贵贱。然而，有些亲戚将自己视为老大，你只是低人一等。在某些事物上，他会自己做决定，然后告诉你一声，命令你去执行，从不商量。比如，过年时他某天很忙，直截了当地告诉你，某天别来我们家，我们没时间招待你。他不把你当回事，才会用命令的口气对待你。你若不服从，他就会勃然大怒，认为你不懂交往，是个不知感恩的人。例如，他是某企业老板，安排你去做门卫，月薪1000多块。他给你打电话，嘱咐你尽快去上班。你觉得工资太低，拒绝了。过了几天，所有亲戚都知道你就是个不懂感恩的人，注定一辈子贫穷。对你好的亲戚在涉及到你的事务时，会和你商量，尊重你的意见。即便你贫穷，智慧有限，
他也认为提前告诉你是很有必要的。4. 从不招待你好饭好菜。我的母亲曾讲述一段往事。夏天，母亲在县城一工地上干活，突然想起一个表兄在县城某事业单位上班，特意买了一些礼物去拜访这个表兄。表兄热情地和母亲聊天，吃饭时却没为母亲安排位置，让母亲在门口吃饭。拜过年后，母亲和姐姐空手回家，将拜年经过告诉母亲的表弟时，表弟笑嘻嘻地说：“表舅，这酒不是你扔到垃圾桶里的吗？怎么还在家里？”母亲听了很不是滋味。一般而言，有客人到来时，会端出最好的酒菜，热情招待，显示热情。即使是穷亲戚，也会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拿出来分享。而那些看不起你的亲戚，会在你到来时端出最差的饭菜招待你。他们的意思是我特意对你不上心，让你没面子，下次就不会再来了，实际上是讨厌你，想让你离开。5. 不会与你礼尚往来。看不起你的亲戚，生活条件不错，但不会频繁和你交往，接收你送的礼物时态度冷淡，也不回礼。他认为你送的东西都不值钱，若他回礼了就是亏本。有钱的亲戚通常最为吝啬，越是富有的亲戚，越会在你面前做出一些小气的事情。真正有钱且大方的亲戚相对较少。如果你也是富有的，他们在你面前可能会更慷慨，毕竟你送的礼物不会是廉价的。古人说，千里送鹅毛，礼轻情意重。看得起你的亲戚不在乎礼物的价值，更看重这份感情，认为你前来拜访已经很感动了。而看不起你的亲戚，即便你送上最好的礼物，他也不会领情。亲不亲，一家人。如果别人都不把你当作家人，何必在乎与他们保持亲戚关系呢？